大家好，我是毛毛。烘焙一直是件有趣的事情，比如说烤完的蛋糕卷不做成蛋糕卷的形状，反而稍稍增加2-3个切割步骤，就可以做出一个非常好看的雪筛造型，配上浓郁的芝士奶油，入口即化，带给我们内在外在的双重惊喜。首先我们来制作摩卡瑞士蛋糕卷。这款蛋糕卷属于7分蛋糕卷的做法。首先我们往盆中加入色拉油，因为这条卷当中用到了可可粉跟咖啡粉，而可可粉是脂溶性的，所以说我们把它溶解在色拉油当中，可以非常好的搅拌均匀，不会有任何可可粉的颗粒存在。这种办法比把可可粉跟低筋面粉混合，然后再加入蛋黄糊中那种方法更好的可以把可可粉溶解均匀。然后我们往里面加入纯净水，继续用手抽搅拌均匀。这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有一些油分子飘在上面，没有关系，我们接下来会加入蛋黄，蛋黄可以帮助乳化。搅拌均匀之后，我们往里面加入蛋黄。我一般喜欢用冷藏的鸡蛋做7分蛋糕卷，因为冷藏的蛋白打发以后更加稳定。分离蛋白蛋黄的时候，我喜欢把鸡蛋放在桌上敲一下，然后掰开来，这样的话两边的蛋壳裂得比较均匀，不会存在小的鸡蛋壳掉在这个蛋白或者蛋黄糊里面。分好的蛋白我们放回冰箱去冷藏。在蛋黄的作用下，水、油跟蛋黄是非常容易乳化均匀的。每一个成功的7分蛋糕卷都是从一个非常成功的乳化过程开始的，所以这一步一定要搅拌均匀。然后我们往里面筛入低筋面粉。做蛋糕卷的面粉一定要过筛，这样的话才防止一些面粉颗粒的存在。然后用手抽把面粉跟蛋黄糊搅拌均匀。这里的关键不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搅拌，你可以画圈搅拌也没有问题。这里的关键是一定要把这个面糊搅拌成非常细腻顺滑，看不到任何的面粉颗粒存在。第二个关键点是一定要来调整它的浓稠度。如果这时候你发现你的面粉吸水性比我的强，它这个蛋黄糊有点撇干的话，你可以往里面稍稍增加一点牛奶或者色拉油来调整它的浓稠度。最后我们往里面加入泡打粉跟苏打粉，是为了让这个蛋糕膨发的更好。你也可以省略不用。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个蛋黄糊的状态，就跟丝滑的巧克力一样，一定要是细腻顺滑的。我们把蛋黄糊放在一边，现在开始打发蛋白。首先用打蛋器的最高速把蛋白迅速的打散。当打发到表面看着有大的这种泡泡存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加入1/2的砂糖。砂糖量大的话你可以分次加，如果量不是很大，基本上100克之内的话分2次加就可以了。加完砂糖之后，我们把打蛋器调到中高速，开始打发蛋白。我们可以把这个盆想象成一个时钟，把打蛋器固定在8-9点钟的位置，左手不断的转盆，非常有规律的这种打发的方式，裹进去的空气也会均匀。打发到这种湿性发泡的时候，我们加入余下的砂糖，继续用中高速继续把蛋白打发到我们想要的程度。蛋糕卷的组织细不细腻跟蛋白的打发是有直接关系的，所以说打发蛋白的时候一定要做非常有规律的运动，不要把打蛋器在蛋白里面东晃西晃的，这样的话裹进去的空气不均匀，空气这个气泡就直接变成蛋糕以后烤完以后的组织。当打蛋器往前推的时候，看到前面的波浪纹非常明显，我们就要检查一下状态，基本上现在看着有点软软的就差不多了。这时候我会把打蛋器调回到低速，开始整理蛋白，打碎一些大的气泡，让小的气泡更加的细腻。我们看一下最后蛋白的状态，是这种软结构的状态。做蛋糕卷尤其不能把蛋白打得太硬，比较容易开裂。下面我们来混合蛋黄糊跟蛋白糊。我们搅拌几下，把蛋黄糊恢复到顺滑。我们取大概1个蛋抽量的蛋白糊到蛋黄糊中间。这一步的目的是为了调整一下蛋黄糊的浓稠度，
因为打发好的蛋白是非常的密度很低的，非常轻的。如果说直接把这样很重的浓稠的液体跟蛋白糊混合的话，就是比较不好混合，所以我们先要调整一下它的浓稠度，让两者比较接近，然后才会比较容易好混合。因为混合不好的话，就是意味着有可能会消泡。我们把巧克力蛋黄糊倒到余下的蛋白当中，从2点中进8点中出，抄底搅拌。搅拌的时候也跟打蛋白一样，非常有规律的把这个蛋白跟蛋黄糊混合均匀。这里虽然有可可粉，但是我们按照前面的处理方式，这里的消泡是非常小的。混合到开不到蛋白的话，基本上就差不多了。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个蛋糕面糊的状态。拌好的面糊我们倒入烤盘中，用抹刀推向4个角落，把角落先给它铺平，稍稍晃动使表面平整，然后震几下震掉一些大气泡，我们就可以入烘烤。我们放在175度的烤箱中烤25分钟左右。表面稍稍开始有点结皮，然后蛋糕不长高，就说明烤好了。烤完的蛋糕我们一定要立马把它拿出来放在烤架上，撕开侧面跟底部的油布，这样的话蛋糕里面的热气才可以散发出来。我们盖上一张油纸，把它这样倒过来。戚风蛋糕卷的另一个标志就是这个毛巾面。我们把做好的蛋糕卷放在一边给它晾凉。我们先来做一下里面的芝士奶油。首先我们往盆中加入奶油奶酪，用打蛋器先把它搅打到顺滑。奶油奶酪的加入可以提高淡奶油的稳定性，让打好的淡奶油更加的坚挺，更加方便我们造型，同样也可以增加奶油的香气，使奶油的口感更好。这也是非常常见的夏天用来稳固淡奶油的稳定性的方法之一。同样的搅打到这样顺滑的羽毛状之后，分几次慢慢的加入淡奶油。因为奶油奶酪相对来说属于固体，所以说往固体当中加液体的话，一定要少量多次的添加，这样才可以防止固体颗粒的产生。当奶油奶酪随着淡奶油的加入变成比较稀的浆状物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余下的淡奶油全部加入，然后开始用打蛋器把这个奶油给打发。我们跟平时打淡奶油一样，把这个奶油打发到比较硬挺就可以了，然后提起打蛋器，高速甩掉打蛋器头上的沾的奶油。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个奶油霜的状态是非常的硬挺，口感也很好，非常的浓郁。这样我们的蛋糕跟奶油都准备好了，就可以开始做造型啦。把刚才倒扣的蛋糕给它翻过来，尽可能的把表皮给它撕掉，因为我们一会儿要把它垒叠在一起，所以说表面的表皮越少越好。你可以这时候就把这个边上给它切掉一条，但是我一般比较喜欢把它整个组装好之后再给它切掉边缘。我们把这个蛋糕一分2片，我这个是28×28的烤盘，所以说分一块的话就是14公分左右。看一下这个蛋糕卷的厚度还是很厚的，我们把一片蛋糕片用分蛋器把它分成2片，这样我们就一共可以得到4片蛋糕，长28公分，宽14公分。如果你用的是不同尺寸的烤盘的话也没有关系，只要把它切成一定要有4片蛋糕，长宽比例没关系。我们取上一片蛋糕放在油纸上，抹上一层奶油，把它稍稍抹平即可。然后我们在上面再加上一层蛋糕，再抹上一层奶油，这样的话把4片蛋糕都给它叠在一起。这里有个小细节，就是如果有一片蛋糕片，它的一面是刚才烤出来的整个蛋糕卷的表面的话，你要把它朝下放，因为如果朝上放的话，你放上奶油的时候，随着你这个抹这个奶油的时候，它那个蛋糕馅就会掉下来，所以我们把它朝下放。蛋糕跟奶油交替煮和好之后，我们用油纸给它包上，放到速冻里面去冻大概半个小时左右，再用来做造型。这样的话是为了方便这个奶油的稳固，然后一会儿你做雪山造型的时候会更加容易操作。我们把四周给它切掉，
因为我觉得这样就是垒好之后再切的话，侧面会比较整齐。然后我们把这个蛋糕给它分成4块，每一块的宽度大概在6公分左右，长度还是刚才的14公分，切掉两边大概是12公分左右。然后我们取出一块蛋糕，把它竖过来，这样斜切1刀，在侧面抹上奶油，一定是这样侧过来斜切1刀，抹上奶油，然后把另一边给它拿过来，长的一边对长的一边，用刚才抹的奶油把两边粘在一起，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雪腮造型啦。是不是一下子颜值提高了很多，自带美颜？我们把做好的雪腮都垒在一起，然后把多余的奶油抹在它的侧面。最后为了增加这个雪腮的意境，我们在上面要放上一点巧克力碎。我们取一块这种巧克力块，然后把这个蛋糕下面垫一个东西给它侧过来，用爆柠檬皮屑的这个刨子爆一点巧克力碎在上面，来营造一点那种雪腮的气氛。爆完一边之后，我们另一面也同样的操作。这样我们的雪腮蛋糕就做好了。所以说呀，如果你对做切片一律的蛋糕卷感觉到没有新意的时候，不妨尝试一下今天这个雪腮蛋糕的造型吧。外面绵密的奶油配上香气浓郁的摩卡蛋糕，入口即化，真的是非常好吃。我们看着这一块雪腮蛋糕，不知道是从腮角下吃起还是从腮顶吃起呢？我们还是从下往上吧。那我是毛毛，每周跟您更新各种烘焙美食，我以后也会陆续的推出一系列的蛋糕的造型的视频。之前我做了一次旋风蛋糕卷，大家都很喜欢，所以说我会再接再厉的。那我们下次美食视频再见哦，拜拜！记得有问题在底下留言，我看到一定会回复的。